藏传佛教和道教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今天与您开个脑洞，让我们穿越时空，潜入道教与佛教，寻找最初的渊源，体会历史循环带来的神奇吧。中印都有道教于公元3、4世纪传入印度的记载或神话，佛教传入汉地后，和道教相互交融。来华印度僧人们回国后，传授融汇了道教各种内容的秘术，这种秘术为印度佛子所摄取。公元8世纪，印度密教传入吐蕃，道教内容随之而入，并逐渐融入藏传佛教。读本、恰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与道教之间先天地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因此吐蕃上下对融有道教内容的印度密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与活佛转世制度，只在道教中发现最相似的先例和神学解释。藏传佛教和道教都是中国的宗教，不过前者主要由印度密教和西藏本教融合而成，形成地为藏区；后者主要继承了内地的古代宗教与文化，形成地主要为汉族地区。表面看，二者根源不同，流行的地域有别，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道教传入印度，一些印度学者发现杜姆密易经、封神咒坦多罗、摩诃支那道修法、弥曼山坦多罗、梵天坦多罗等几部婆罗门教梵文献，都提到印度密教中与救度母崇拜或毒解母崇拜有关的女人道来自中国。印度密教中奉行的五真性供养也与中国有关。杜姆经和封神咒坦多罗还提到，在公元4世纪时，伐施斯塔曾亲赴中国，向道教徒学习摩诃支那功。印度学者雷毅教授在他的《古代中世纪印度化学史》一书中说，印度泰米尔文文献记载，南印度密教的18位成就者中有2位是中国人，泰米尔名字叫博加尔和普里巴尼，他们于公元3世纪时去印度传播道教禁咒、医术和炼丹术等。博加尔曾带弟子回中国学习，学成又回到印度。太上洞渊神咒经说，南海人来中国受道，三洞大经不流于西海，神仙去南海，西海化人等等，大概描写了近代印度有人来中原学习道教，道教经典传入印度，道士赴印度传道等事实。天人和玄女是道经中常见的夫妻神，尤其是玄女，作为房中女神，可谓大名鼎鼎。王方平是著名的男性神仙，女神仙麻姑在古代也家喻户晓。太上洞渊神咒经让他们出双入对，显然也赋予他们共同教授房中术的使命。黄新川教授从史传中统计，自公元2世纪上叶至8世纪中叶，即纯密形成之前，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地区来汉地的僧侣中，谙熟杂密法术的共计39人，39人中2/3以上是印度人。这些人不仅身怀妙术，而且个个通达全变。为了传播印度佛教，他们尽可能采用中国人熟悉的表达方式，甚至学习与吸收中国宗教的一些思想和方术。黄新川教授指出，在这些人身上集中表现了印度婆罗门教、中亚萨满教、西藏的本教和中国先秦两汉道教的巫术、魔术、占星术、方术、谶纬、神咒等等之大成。这种现象是世道融合与斗争的具体表现。仅举北魏时来华的中印度僧人昙无谶为例，魏书举渠蒙逊传曰：史记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王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怒其事，考训杀之。所谓能令妇人多子颇似道教的房中广嗣术，广嗣术是汉代太平道之所长，太平经多有阐述。所谓和气，当时人们多用于描述天师道的黄赤之道；所谓采阴是玄素之道、熔成之术等中国房中术的重要内容。印度人研究房中术开始得很早，公元2世纪上叶至8世纪中叶来华印度僧人中，如果有人以印度房中术授人，那是不奇怪的。上述记录有可能是用道教术语去描述印度房中术，但更有可能是反映了印度僧人把道教房中术融入密法的事实。
荷兰高罗佩博士说，中国古代道教的房中秘术曾刺激了金刚乘在印度的出现。张毅研究云，比较了密教和道教的相似之处，大致归纳为9点：一、追求肉体不朽；二、认为人身为宇宙的一小天地，因此非常重视身体的修持；三、根本修行中双身功尤为重要；四、非常强调阴性的重要，有佛性的某些说法和道家的玄牝之门是天地根的说法完全一致；五、采用还经术；六、较真言宗晚出的天性宗的教义与仪轨中所带的道教色彩更为浓厚而显著，在他们的祈祷歌中可以发现许多和道德经中之其雄、守其辞之类的说法十分相似的词句。七、女性无论在密教的教义、神知和信徒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八、密教对待各个种姓一视同仁。九、密教也如道教一样，长期流行于民间，和劳动人民有密切联系。同道教一样，他们所注意的是现实世界，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理想的彼岸。他看到密教在许多地方都和印度传统各宗派有显著的差异，和道教却十分相似，而且相似之处又非常明显，认为不能轻率地认为这种现象仅仅是偶合。他总结说，不是密宗的框架形成之后才接受了道教思想那样的外来成分，而是道教输入印度之后才促使密宗的形成。黄新川教授根据印度学者的研究和中印保存的大量史料，追溯了印度的密教和中国的道教在古代和中世纪长期交往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归纳了两教在宇宙观、生命观和宗教修持方面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说，印度的密教和中国的道都以积极入世为其主要特征，在哲学上都主张二元论，都崇拜女性和性力。印度密教的极深说和道教的人道合一思想极为相似，道密在修行的实践方面有着更多的相似性：一、房中术或性技术；二、炼丹与制药技术；三、伏尔养生法；四、吐纳调息法；五、按摩或体操锻炼法。公元8世纪，莲花生大师接受赞普赤松德赞的邀请，从印度翻越喜马拉雅山，将印度密教带入吐蕃。不言而喻，被包裹着的道教内容的密教也就不请自来，随之而入，并逐渐融入了藏传佛教。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开始兴佛之前，笃本和恰本时期。本教是西藏上层和群众主要的宗教信仰，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及社会心理等等，无不受本教左右。笃本、恰本二者和道教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宣扬天地人三界说，盛行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使用驱鬼巫术等。这些相同点在其他原始宗教中也可以找到。全面比较笃本、恰本二者和道教之间独特的相似点是比较困难的是，东汉末年巴蜀地区的五斗米道，即吸收了当地低羌族的原始崇拜和巫术，并为低羌群众信奉，且传入云南和川西一带。目前还没有发现本教和道教直接交流的痕迹，但可以推断存在着二者通过云南和川西相互产生间接影响的可能性。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几乎继承了中原古代文化的所有方面，笃本和恰本也吸收了中原文化不少内容。所以说，即使五斗米道没有对藏区产生任何影响，笃本、恰本二者与道教之间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也是很正常的。西藏远在大约5万年前就是古人类生活的地方。1958年以来，西藏各地相继发现多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表明西藏地区也是古文明发祥地之一。昂、凡尼等部落带去了羌族原始宗教，这一民族迁徙时期正是本教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正是藏民族形成的时期。日本学者与田野博游说，本教在本质上是以原低式的宗教为基础的。这一判断一方面说明笃本、恰本是牧民的原始宗教，一方面说明笃本、恰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公元11世纪，阿底峡进入古格今西藏阿里地区，印度密教开始在西藏确立优势，西藏上层和群众最终选择了印度密教，这种选择不是偶然的。
首先，佛教在理论和仪轨的系统性和精致方面，大大超过原始的本教，更适合封建社会的需要。其次，印度密教走了一条本教化的道路，受到认同。除此之外，大概还有第三条重要原因，那就是信仰本教的藏族上层和群众，对融有道教内容的印度密教也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也需要宗教神学的巧妙解释。活佛转世的意思是化身再来，与日本神道教的天皇世袭和天主教的教皇选举不同。活佛转世制度的创始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噶玛巴西圆寂前，只是弟子寻找他的转世。红史、青史等编述了其他一些活佛成愿再来，通过投胎或夺舍法转生的神话故事。总之，化身再来的神学依据是佛教的三身说、投胎转生说、夺舍转生说和菩萨说等。但是在印度正统佛教中，没有佛或菩萨一世接一世的显化再来的描述。佛本生故事讲述佛前生曾为太子、国王、婆罗门、商人、象王等，这些故事宣讲业报轮回说，劝人修善，与化身再来不是一回事，更不是世世显化。反观世世代代化身再来的神话，在道教中却很多，如东汉末年的《老子变化经》，编少老子名；三国时吴葛玄所著《老子道德经续诀》，六朝时期的《老子变化无极经》等，均讲述老子化身历代降生的神话，即常说的老子81话，每一世皆有名号。唐代的紫微大帝说玄武本传又增加了一世，说老子82化为真武大帝。元代紫铜帝君话书说紫铜帝君97话故事，这些故事在中原地区家喻户晓。而清史讲述历代转世的神话，则与老子、玄武等神话类似。另外，桑耶寺的建筑风格，底层为西藏式，中层为汉式，顶层为印度式，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实在耐人寻味。今天你的脑洞开了吗？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就放心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并与朋友分享。但先别急着去对比道教与佛教，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有趣的影片会陆续分享，等你观赏呢。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频道，或者告诉我们您想要看的影片，就可以尽情享受。持续锁定我们，大家一起开个脑洞吧。